前天大胖媳妇自己攒钱掏钱给俺家买了台车，从上个月开始，他就天天跟我磨叽要给自己买台车，每天睁开眼睛就刷测评，追求的风格是低调但是吸睛，谁也不敢惹。但其实我完全就没当回事，我知道他存款多少，连个报废的捷达都买不起。结果前天我刚下班，我同事跟我说姐夫给我们都打电话了，说让你准备好，他提车了，今天要接你下班，然后要带你去兜兜风。然后姐夫真的来了。来这吧。差点给我推沟里，然后在路上他们的姐夫给我讲了，这是他偶遇的一个老头卖他的，跟我说那个老头特别好，他卖别人2000他都不卖，就看我这个老外识货，觉得跟我有缘，卖我800，以后我就开这车，咱家正好有停车位都没用上。我说咱家停车位旁边停的车是迈巴赫，你停迈巴赫旁边啊？他说多般配啊，他是迈巴赫，我是卖800，卖800。我刚开始还有点生气，后来我想随便吧，他快乐就行。结果好景不长，晴天霹雳，昨天他想开他的豪车去买菜，被保安给拦住了，警告他说他开的这个车现在是过渡期，让他注意，他这个车现在已经进入倒计时，也就是说他买了台车还剩21天可以开。我一听，我的第一反应是我生气，你说买个车就剩21天，砸手里了。没想到他的第一反应是，那就让我们好好利用这仅有的21天吧，让这个车被废掉的时候，也觉得自己死得其所，为社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然后就开始天天开，每天北门接早达，南门接张大铁，还帮物业送过2趟电闸钥匙，一天给他乐坏了。但这个车一开快，他漏风，他还舍不得买个新羽绒服，穿那个旧的冻的不行。我说你去抖音商城双12好物节呀，现在活动便宜不少，我给你买这件才不到600，点商城或评论区棉袄棉靴这些冬日超值好物都没满150减20，特划算。为了完美利用这21天，他去接张大铁放学都得先在幼儿园门口过3遍。爸爸去哪里了？爱大姐。爸爸去哪里了？主打一个三过校门而不接，子欲上而亲不待，亲不待，一天天的开的老开心了。我看着他开心，我是尊重，但有时候我确实也憋不住，不得不实话实说。他开车让我在道边看他，问我你有没有感觉到这个车像一个行走的大头贴？你在外面看就能感受到里面的人有点快乐。我说句实话啊，你吧把车装太满了。我们从外面看呢，感觉这车像行走的另一种照片。从这个车旁边过，你说能感受到里边的人有点快乐呢，不是很恰切。更准确的说，能感受到里边的人有点安闲。家人们，你们能相信吗？我去了一趟悉尼，出了一趟差，大胖媳妇阴差阳错成了外卖员，领着俺家俩孩子送上外卖了。我呀，真心劝大家，就是那些相亲相爱一家人那些家庭群里啊，别啥都发。俺家群里就不知道谁发了广告，就被大胖媳妇点开了。他虽然不识字，但却能一眼刀准优惠券560元等字眼，就开始操作领这个钱。反正就是一个链接跳转出一个弹窗，一个弹窗又跳转出另一个页面。大胖媳妇经历了无数次跳转，填写了无数个信息，终于在上传身份证这个页面上停滞了。因为他没有，他不气馁，他找我爸给他填，但是我爸的身份证不知道为啥就不好使。大胖媳妇又对俺家阿姨下手，俺家阿姨也不懂，她管她要啥，俺家阿姨就给啥，一顿上传填资料，累得一脑袋汗，整了一下午交上去了。大胖媳妇就坐等接这个560元优惠券了。这时候手机叮的一声，我家阿姨接单了。刚才大胖媳妇3下5除2，把俺家阿姨成功注册成了一个外卖骑手。幸亏呀，我爸因为年龄63，超过了骑手最佳年龄，也就是57，要不然呢，我爸写了一辈子书，退休了，还得被他返聘回去送烤冷面。但是呢，阿姨注册成功了，大胖媳妇也没收着这优惠券。阿姨着急了，说你咋给我整的？我这手机一天嗡嗡响，全是单，你赶紧给我取消了，我可不送外卖啊！大胖媳妇这个人呢，她又非常的执着，她思索了片刻，跟阿姨说：冷静 ，calm down， 周姐，咱们不要被资本绕进去。的确是我不知道把你注册成骑手，但是这560块钱离我们有多近了？还差这一单吗？这是多么近在咫尺的560啊！咱就接一单，优惠券到账了，你拿500，我拿60，我陪你去，你就刷个脸，活都可以我干。于是有史以来最有特殊牌面的外卖员诞生，一个外卖员3个外国保镖。阿姨还特意来我们公司借了一台电动车，为了不超时，他们非常拼。当时的我还在悉尼的镜头前讲如何轻松育儿呢，没想到儿在故乡一点也不轻松，我同事告诉我，姐，我们都来拍姐夫来了。姐夫说他要去送外卖，姐你们家事儿可真有意思。你一个中国人远赴重洋去外国挣钱，把那个外国人逼得千里迢迢来中国送外卖，国际贸易的闭环。哎呦我的妈！晚上给那孩子累的，下班回家都没劲儿了。我说这一家子净添乱，还好我能用熊团团启蒙绘本把孩子们稳住，故事场景和主题都紧贴孩子日常生活，2到6岁需要的认知、健康和文化启蒙知识全都有，很适合当代中国孩子启蒙。搭配点读、熏听笔，拿铁很爱学，现在比他爸都省心。但是外卖送完了，优惠券他还是没有到。我回来了，我打开那个链接，我才发现人家平台没有一点问题，人家上边写着想要拿到那个500的大优惠券，需要新人骑手21天之内接满550单。阿姨都找我谈了，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可不干了。而且这样下去，你想没想过，张拿铁18岁成人的那一天，已经有15年骑手经验了，15年骑手经验了。
们去解放楼。祝你用餐愉快。你们录电视节目的吗？这就是错的。这不是大胖娘们吗？他是大胖媳妇儿。哎，你说这外国爸爸会带孩子不？这不最近我回国了吗？很多人问我，彩玲这外国爹带孩子你能放心吗？咱说实话啊，我这大胖媳妇儿作为一个胖子，她不是个好胖子，但是作为一个媳妇儿，她是个好媳妇儿。作为孩子爹呢，我对他的爹格很知足。但是从养孩子的观念上呢，俺俩还是有这个中西家长育儿观上边的差异的。比如说啥呢？比如说他从来不会给孩子盖被。你是不是想说当爸的心都粗？哎，我刚开始也这么想的。后来去加拿大，发现我婆婆也这样。再后来，我发现我身边所有的父母，就我自己晚上起来给孩子盖被。有一次我去婆婆家嘛，我婆婆让孩子跟她一屋住。早上起来我上楼去看，她自己搁那夸夸给自己美甲呢，那家差点窜出火星子那家伙。孩子亮个小白肚，被全踹下去了。我就赶紧给盖上，我说这么睡肯定得感冒啊。我婆婆呢非常不解，跟我说她如果冷她自己会处理的。我当时就有点想扇她，你知道不？我寻思孩子不到2岁，你咋不说他如果冷他应该自己给自己织条毛裤腿呢？但是我跟我身边任何一个外国人吐槽这个事儿的时候，他们的一致诊断结果都是我有焦虑症。就在他们之中哈，就我这辈的人也好，我父母那辈的人也好，就在孩子已经不再需要晚上你给他喂夜奶了以后，就没有一个人想到过说半夜起来看看孩子踹没踹被这个事儿。我就问他，我说那孩子晚上要是踹被了，他不冷吗？他们的回答统一的逻辑是这样的：不喊的健身男，那就是你不够猛；不喝的老丈人，那就是你不会捧；不见的嘟嘟唇，那就是你不会整；不醒的踹被娃，那就是他不够冷。所以他们都这么认为，真冷了他就醒了。那我们大人也是需要休息的。咱再说孩子上学中午带饭这个事儿，如果要是我准备呢，我肯定是头一天晚上给他做出来，那咱整的得差不离儿，对不？如果要是我老公准备呢，那肯定是早晨就是准备上学手忙脚乱的时候，他随手霍吧出来一个什么玩意儿。基本上呢就是三明治、面包抹点沙拉酱，完夹片火腿，完了。就这个活哈，我还是那句话，咱说只要我妈的泰迪不喝醉，我姐的萨摩不心碎，我四舅爷的母猪不宫寒，我三爷姥的王八不崩溃，就这点活肯定能给你干出来，就是一点挑战性都没有的这么一道料理吧，就是。所以我就问我老公，我说你就不能说再多花点功夫，稍微上点心吗？人家的回答是：第一，那大伙中午都吃凉三明治，咱也不能说简单的美味它就是可耻的，对不？那你说你一天臭豆腐拌大米饭，你燥的直冒汗；老干妈下白面条，你香的直掉毛。咱也没看着说你臭豆腐上边非得点个鱼籽，你老干妈里边非得雪个鹅肝儿，对不？你那不也是简单的美味吗？第二，那我中午上班，我给我自己准备午饭，也就是简单夹个三明治，我也没有时间给我自己整复杂的。那孩子跟我一个待遇，这不是很正常吗？你还别说，国外这白人小孩还真都是吃凉三明治长大的。国外的家长呢，基本也都是像我老公这么想。你说我以前寻思是不是外国人他老人不帮带孩子，年轻的父母们太忙了？其实也不是。你像我婆婆是在她最小的孩子上初中以后，她才去工作的。但是我老公他几个也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自己早上起来夹好三明治带上学校。就是作为全职的家庭主妇，我婆婆也从来没觉得说自己有这个义务早晨早起来1个小时给孩子们做顿热乎的好饭。还有哈，你去国外的餐馆看他们点菜，那可能爸爸妈妈点了一瓶好的红酒，然后俩人可能整个惠灵顿牛排啥的，那孩子的菜单上就是土豆泥、薯条、焗马铃薯，反正就跟土豆较劲。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就孩子的味蕾他又不会享受高端食材，为什么要浪费钱？我有个朋友，他以前是给这个有钱人做旅行定制的，他跟我说他这些客户就这些英国有钱人呗，大多数全家旅行的时候，夫妻坐头等舱，后边跟一帮孩子全坐经济舱，理由也是一样，他们又不懂得怎么享受头等舱，领他们度假他们已经很幸运了。完经济舱呢也有这种情况的，就是孩子小嘛，没有座嘛，父母在座上那俩睡的四仰八叉的，给孩子放地上了，在地上睡。反正飞机上这个地呢也不算凉，但让我妈看着了，那给我妈气的，就差点上那管人小两口要孩子，要给人领养了。我呢先来试试水，看看这个话题你爱不爱听。你要是爱听呢，我就再跟你深度唠扯我婆婆她家更极端的育儿观。哎，对了，忘告诉你了，我隔离结束了，我出来了。哎，这屋什么味儿啊？自由。